每年约有400万人来到波士顿，沿着全长约4英里的自由之路追寻美国独立的起源。这条步道贯穿波士顿市区，将16个与美国独立战争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遗迹串联一起，讲述波士顿茶党事件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刻，使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步道，看一看到底这里发生了一些什么重大的事件。OK， 我现在到了这个波士顿，然后今天呢，我们准备走一下它这个 Freedom Trail。它这个整个步道都是用它这个红颜色的砖做成的。你只要它沿着它这个路线，会看见很多跟美国独立战争有着紧要联系的这些历史遗迹。让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众所周知，美国早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高昂的茶叶税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人们经常聚集在法尼尔厅的2楼抗议，并讨论如何应对这些沉重的赋税。今天，这座建筑的1楼仍然保持着当年市场的传统。在1770年，在波士顿发生了一场冲突，英国士兵与市民对抗，最终导致了5名殖民者被杀。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了独立战争的催化剂。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这个当时就是有上千人在这个里面讨论要不要就是进行反抗。可以看见它这里就是上下2层的，能容纳很多人在这边。很快，在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事件爆发。当日，超过5000名殖民地居民聚集在旧南会议厅，讨论如何应对英国政府的茶税政策。可以看见它这个1楼这个区域，就是坐的位置都被这个木头用这个隔开了。你看，它也都是一道门一道门的。28号。哇，看来这个应该还有一些当年的一些照片。在这次集会上，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决定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在当天晚上，抗议者们乔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3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343箱茶叶倒入波士顿港，来抗议英国的税收政策。这也象征着对英国的反抗正式的开始了。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保罗·里维尔，他是波士顿茶党事件的参与者之一，而这次事件让他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提升。不过他真正的英雄事迹体现在1775年4月的午夜骑行。当日英军计划突袭康科德，保罗·里维尔就沿途警告雷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民兵，英军就要来了。他还在老北教堂的塔楼上点燃了信号灯，通知民兵英军的行动。这一举动直接促成了雷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爆发，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开始。而这段午夜骑行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奇。OK， 我们现在就到了它这个 Bunker Hill 这个纪念碑，这个也是它这个整个步道的最后一站。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纪念碑。它这个纪念碑和那个 DC 的那个很像，只不过就是小1号。自由之路的最后一站是邦克山纪念碑。这座221英尺的花岗岩方尖纪念碑是用来纪念1775年6月17日的邦克山战役。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第1次大规模战斗。尽管英国在战术上取得胜利，但殖民军的顽强抵抗展示了他们的决心。OK，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Bunker Hill 的这个战役博物馆里面，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有什么展品。哇，我们看这边都是这个 British， 就是英国军队的一些讲解。看看这个是当时这个它写是 British soldier 用的一个剑，而且还断了它这个。这边有一个有意思的，它这是被盖起来遮挡住了。他说的是可以把这个遮挡物拿起来，然后看里面的东西。我们看一下。哇，它这是一个鼓。写的是 British drum， 这个也是 British 他们当时用的那个鼓，在战役中。OK， 我们现在就在它这纪念碑的这个馆里面，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爬到它上面看一下。哇，它这个一进来就是一个小的碑。在这里，游客还可以攀登294节的台阶到它的最顶端，可以俯瞰波士顿的全景，来感受当时的一个历史氛围。
他这个说是一共有294阶台阶，我天，这得爬一会儿了。看它这还有标出来，这是100阶台阶了，哇，有点爬不动的感觉了。哇，现在就到了294，哇！而且楼梯越到上面是越窄。哇，它这是整个能看见整个城市的风景。哇，看到这个天井，哇，这直接到1楼，刚才看见它那个小的纪念碑亮灯的那个地方。哇，这要恐高症的人站在这边有点害怕。如今，这些参与独立战争的英雄大多安葬在波士顿最古老的墓地之一——谷仓墓地，其中包括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还有保罗·里维尔。由于是在秋天，当我来到这里，树叶从树上飘落，为墓地增添了更多的几分肃穆。